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请大家把书翻到广论343页，倒数第2行。请看，是有找到行吧？宝积经。我要等你们一下嘛，你们有找到吧？宝积经一云：住戒能得定，得定能修慧，由慧得净智，智净戒圆满。大宝积经中呢，也有开示说，安住于戒律呢，而获得定，然后获得定之后呢，能够修持智慧，透过智慧能获得清净的智慧。由于清净的智慧，而使戒律更加的清净乃至圆满。说透过世间的智慧能获得出世间的智慧，透过出世间的智慧呢，我们得到远离烦恼种子的清净的戒律。所以宗大师说智净戒圆满。这里边提到一个，注意清净智，有没有注意到有个智慧还有个清净智？那么什么是清净智啊？清净智呢，可以指分辨诸法的智慧，其中最为殊胜的呢是什么呀？就是现证空性的深深智慧。那么智净戒圆满是说呢，由于清净智而使戒律圆满。按照这段文来看呢，问大家一个问题，戒律为什么会圆满呢？之所以圆满是由于什么呢？它的因居然是清净智。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俱舍论中曾说过，说见三得法界，就现见苦地极地还有什么灭地的时候，就获得了无漏的戒。什么是见地啊？就是现见四谛，现证四谛。当我们获得了见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现证四谛，超凡入圣，从一个凡夫呢，就是转变成为一个圣者了。那么见道的时候，请我们的心绪里的戒律会变成什么样呢？就是戒律圆满。关于戒律圆满呢，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这里边讲的呢，主要是什么呀？就是圣所爱戒，圣者所爱的戒。玄奘大师是这么翻的：圣所爱戒是获得了见道的时候才能获得的。听起来很美吧？到见道的时候，戒律就变成了圣所爱戒，圣者都会欢喜我们。那么呢，戒律圆满就是指这个了，指圣所爱戒。要想得到圣所爱戒的话，刚才讲需要什么了？需要清净智。所以呢，才说智净戒圆满。有没有了解到？如果我们不知道说智净戒圆满该怎么解释，为什么会能够达到戒圆满？智慧在戒圆满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就会认为说三学的根本就是戒学呀。但是戒圆满的因怎么会是智慧呢？就好好持戒就可以了。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怎么会戒学圆满的因变成了智慧呢？我们无法了解为什么是智净戒圆满，对不对？今天听了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经典要这么说。所以这里边的戒圆满是指什么戒呀？
是指圣所爱戒。有听清楚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看到修信大乘经有找到行吧？修信大乘经亦云：善男子，若诸菩萨不住于慧，我不说彼能信大乘，能生大乘。所以在修信大乘经中呢，也说善男子，如果不安住于智慧的话呢，我不会说这个菩萨能够信解大乘，从大乘所出生。信解大乘前面有讲过是什么呀？依乐圆满。大乘所生呢，就是加行圆满。如果没有安住智慧的话呢，是无法获得依乐圆满与加行圆满。提一个问题，我们上面所讲的是在哪个科判？有谁记得吗？你们答对了吗？是第4个科判，须双修之因相，对吧？在须双修这个因相的科判里呢，宗大师主要强调不能只修止或者只修观，必须要怎样？要修持止观二者。具足止观二者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清晰的看到无我的内涵。在提到清晰的看到无我的内涵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回忆一个画面？是黑夜，对吧？黑夜，然后我们去看什么呀？看壁画。然后看壁画的时候，黑夜中看壁画，那手中一定要有灯烛，所以我们要点亮灯烛。如果灯不够亮，或者外面风太大的话，我们是无法看清楚的。同样的呢，我们必须具备止观二者，然后才能够清晰的看到无我的内涵。因为无我的内涵就像那幅最壮丽的壁画，看到那幅壁画我们就赢了，就是人生的赢家。在这里边呢，有一个需要辨别清楚的地方，就是通达空性的毗婆舍那要具足不散动和通达实性2个部分。请问不散动的部分是从哪里出生的呀？对，就是从无分别的奢摩他出生的。那么通达实性的，就通达空性的那一部分是从哪出生的呢？这个也是从奢摩他出生的吗？当然不是。成就了奢摩他之后呢，不仅仅在观察无我的时候能够遮止动摇的果实，在修无常业果、生死过患、慈心、悲心、菩提心等等，也能够遮止散乱的果实，能够去入各自的，注意，任何所缘都不会散到其他的地方。无论做任何善行，力量都极其的强大。在还没有获得奢摩他之前呢，我们的心力呢是不能发挥到很大的一个效用，因为呢，就像一个特别宝贵的资源都随着散乱心都浪费掉了。所以那时候虽然修很多善行，但是因为随着散乱心而修的善行，力量呢，评估一下，力量非常的微劣。所以呢，这个不散动的心，对于能够集中火力，集中我们内心的力量，然后彻底的轰炸我们那个自性值，它是有着决定性的一个胜利的作用。也有善知识说呢，如果具有坚固的禅定，再加上菩提心和空正见的话，这个摄持我们就能够更加快速的承办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所以禅定对于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也有极大的帮助。所以现在是我们总结了这一段，我会发现说，原来我的心透过修习禅定之后，就变成一个火力非常强的、非常大的一个力量，
我们用这样的力量呢，去冲击老病死的这个根源的话，是绝对火力够猛的，是可以冲破它。刚才我说到通达实性的那个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不是从纸，对吧？你们有答案吧？是从文思空性得来的。那么我们再思考下一个问题：修成奢摩他之后，是不是就只要从始至终的把心安置在一个所缘上啊，就够了呢？是不是就已足够呢？如果我们认为这样就足够的话，那宗大师说这种见解是什么呀？是不了解修止的目的的。因为修止的目的不是说让我们的心修成了止之后还放在这一个所缘上，修成了奢摩他之后呢，注意还要将护摄己无边的善法，还要遮止无边的过失的所缘形象。这里边呢，清晰的提到了无边的善行和无边的过失，从无量劫来我们的生命的相续，无始劫来到未来的没有尽头的这个相续。所以用这么强烈的内心的力量，如果能够设计无边的善行的话，那我们修行的速度会变得非常快。如果修成了这个禅定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的把这么大的火力集中在一个善所缘上。宗大师说，那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修奢摩他。奢摩他就是要把所有的那个善行都用这种强的力量把它设计回来，让我们拥有强大的心力。如果没有证得空性的毗婆舍那呢，无论我们花再久的时间一心专注，注意这么强的火力也只能压服烦恼的现行，无法连根断除烦恼的种子，无法处理三界，无法处理轮回，无法脱离死主的牙齿缝，并不能对我们的生命的痛楚呢产生根本性的截断，就苦楚都没有。因为呢，死亡并没有消灭，所以呢，解脱生老病死的愿望呢，如果不去观修空性的话，只修止是没办法成办。所以呢，谈到这里的话，再次的回到我们最初为什么要修行？为什么要修行？为什么要修止？因为就是为了要解决苦，解决轮回，一定要摆脱这个苦运的束缚。那么摆脱这个苦运的束缚，只有禅定力绝对是不可以的，一定要有空性的力量。因为禅定就算再高的禅定，也只能压服烦恼的现行。压服烦恼的现行，一旦遇到强烈的所缘境，我们这个烦恼的根没有断，它还是再能够发作出非常痛苦的这个作用。所以烦恼这件事呢，要想让它彻底消除，必须把它连根斩断，而那把利器呢，就一定是空性。所以呢，我们修奢摩他只是一个手法，就是你修了奢摩他之后，才能使这个空性更加有力。就像我们说的，灯火要稳定，不要被那个风所吹散，对吧？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到无自性的那个我们生生世世都想要看到的那个无自性的图画。所以呢，在理须双修，就是一定要双修止观的这一个篇章中呢，宗大师举了超多的经论，希望能够说服我们的心，能够信受佛语，信受祖师的语录，然后沿着传承祖师的这个清净的传承，承办我们的心愿，就是令自己能够解脱生老病死，也能令一切的如母有情都能够解脱生老病死。所以这美好的愿望一定要靠修止又修观才能够成办的。所以说我们要想解脱老死，绝对不能够
只修止或者修止之后就停在那儿了，一定要修观，必须要修持正的无我的这个毗波舍那，我们才能够彻底的脱离老死，获得寂静涅槃的果位。